上次去参加兰花协会的活动，不仅拍了花，还听了课，记了笔记，这是当时记下来的。讲的内容是关于落叶石斛，也就是春石斛，正好对照着我的石斛，把笔记的内容在这儿讲一下。视频的最后还附上了40几种石斛中英文名称对照，可以作为资料保存在这儿。石斛有非常多，1000多种吧，主要是分布在中国的南方、东南亚、印度、大洋洲等等这一带。今天所涉及到的这些石斛，上课的时候他们是叫做落叶石斛，也就是之前我们常说的春石斛，主要是分布在中国的南方、印度的北方、东南亚这一带。您可能已经阅读了上面的文字，这段话不是我写的，是我抄下来的。那我来解释一下。光照呢，要给它充足的光照，但是夏季特别热的时候还是要遮阴，怕叶子被晒坏。高温、高湿、充足的水分会让它长得很快，同时通风也要求比较好。这个时候通常就是它的生长旺季。生长旺季的落叶石斛是处在营养生长期，就是这个时候它是在长新的芽儿、叶、茎等等。只有经历了高温季节的营养生长，它才能够储存足够的养分。秋季是处于一个过渡时期，那随着温度的降低，它营养生长的速度在慢慢的趋缓，直到温度降到足够低的时候，营养生长停止。标志性的现象就是叶子逐渐变黄，慢慢掉落，大部分的叶子都落掉。通常这个时候是不会再长新的叶子的。如果这个时候它还在长新的叶子或者长新的芽儿，那就说明它觉得现在温度不够低，它还可以进行营养生长。另外就是您给的水肥还比较足。至于说降到多低叶子才会落光，这个可能还跟具体的品种有些关系。比如说像我这儿秋天马上就要过去了，现在这个温度就是10几、20出头的温度，叶子还剩下这么多。叶子的多少除了跟温度有些关系，还跟浇水施肥有些关系。我目前是已经不浇水不施肥了，因为还是放在能够淋到雨的地方，所以我才停止浇水的。我发现呢，盆儿比较大的这个叶子偏多，盆儿小的叶子相对掉的多一些，也就意味着水给的比较充足的，它的叶子不太喜欢落，少给它点水让它干一干，能够帮助它落叶。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悉尼地区建议在冬季2个月放在淋不到雨的地方，这样比较容易控水。冬季2个月呢，就是它的休眠期，其实也是花芽分化期。这个时候叶子虽然不长，但是花芽在悄悄的孕育当中。这个时期尽量让它保持比较干一些，少少的给一点水就行。这么做呢，能够促进它的花芽分化。说到这儿，我觉得我需要解释一下，前面说的冬季2个月是说这种落叶石斛在冬季有2个月左右的休眠期，就这2个月最好控水。不是说悉尼的冬季只有2个月，悉尼的冬季是3个月。落叶石斛通常都是春季开花，所以也会叫它春石斛。开花的这个时期当然就是花期了，所以它的3个期是营养生长期、休眠期和开花期。简单总结一下，营养生长期也就是生长旺季，通常是在高温季节，一般也就是夏季。这个时候的养护呢，要给它足够的水分、养分，充足的光照。
同时保证通风良好。至于光照呢，具体看您当地的情况，只要叶片不被晒坏就可以。休眠期一般是在冬季，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间段，这个时候肥可以停掉，水给非常的少就行，就是这时候要控水，保持比较干燥的状态，这样有利于花芽的分化。开花期通常都是在春季，那这个时候主要就是赏花、养护方面给点水就行。关于施肥，在兰花协会那儿没有特别具体的讲，那我自己是这样做的。春季花谢之后，天气基本上就暖和了，它就要开始营养生长了，所以夏季我是给它就这种促进生长、促进根叶生长的肥。到秋季呢，我给它开花肥；到冬季停肥，开着花的时候也不施肥。在兰花协会呢，也不是完全没有提到肥。讲课的人说，他当年去越南看人家的石斛园，看到了人家用的是香蕉皮肥。关于香蕉皮肥，我也做过一期视频，是338期，我也用了香蕉皮肥，不过主要是给蝴蝶兰用的，我觉得效果还不错。石斛也有给。好，下面这就是一些石斛的中英文名称了。前面这18个是在兰花协会上抄下来的，当然都是英文，中文是我自己查了写上去的。后面这28个是我在查的时候看到了，顺手就给它记下来了。当然看到的这是中文，我又把它们的英文查出来写在这儿了。我把这些名称都放到这儿，就算是一个资料，因为有了名字，想查它的产地啊、习性啊、养护方式啊等等，就变得比较容易了。补充一点小知识，您看石斛的这些名字，看英文的名字，绝大部分都是原生品种。怎么看出来的呢？您看它那个名字吧，是小写的，就是原生品种；如果是大写的，就是杂交的品种。您看第6个，写了个波西米亚狂想曲石斛的这个，就是大写的，这就是一个人工杂交品种。这个中文的名字，说实话我是没有查到的，只是根据它引号里的这个名字直译成波西米亚狂想曲石斛，这是我自个儿译的，我没有查到。第2个小知识，石斛有的好养，有的难养。那这个好养难养怎么知道呢？可以这样做，根据它的名字查它的原产地，查它原产地的生长环境。如果这个环境跟您所处的环境比较接近，那这个对您来讲就是好养的。如果相差太大，那就是不好养的。比如说像我这儿，如果是热带品种，尤其是喜欢高温高湿的品种，在我这儿就很难养。还有一些高山品种，喜欢比较冷的环境，那在我这儿也很难养。我这一桌子石斛都很好养，应该都是属于金钗石斛类的。它的茎是上粗下细，有一点点扁，非常皮实，一点都不娇气。生长旺季的时候，生长速度非常的快，复花性还特别好，就是特别容易开花，花一开还特别多，而且还有香味儿。当然香味儿跟好不好养倒是没关系，但是闻着好闻呀。繁殖还特别容易，开过花的这个老的花茎保持湿润就能长出小苗，所以我繁殖了一大批这个小苗。关键是繁殖小苗的时候还不用抹催芽剂，什么都不用用，只需要保持湿润通风就行。你看这棵就是我繁殖的小苗中的一棵，已经长得这么大了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花。估计就是因为它还比较容易繁殖吧，所以这种石斛不贵，
在澳洲好多兰花都挺贵的，这是比较便宜的一种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值得拥有的一种石斛品种，好养，尤其是新手刚起步的时候，养这个不太容易失败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当然还跟您当地的气候有些关系，如果冬季会下雪，也许稍微有点难度吧。这些石斛除了赏花的时候，全年都在户外。我这儿的室外温度看起来还比较合适它生长。